向燕刚才就觉得这个人面熟，现在终于想起来了，他就是第一个买他字的人。哦，姑娘认识我？我在一堂先见过你。哈哈哈，那真是巧了。公子怎么会来我们清水县呢？哦，春日阳光正好，我一时心血来潮，便纵马游玩，不想竟遇到了二位，还没有问两位怎么称呼啊？在下徐敬之。在下向云。我叫向燕，徐公子要是不嫌弃，吃一点。那就却之不恭了。向燕又给他倒了一杯米酒，江旭白和徐敬之谈着谈着就说起了文章，两人越聊越投入。这时他余光瞥见有人影，侧头看去，就见有两个人出现，似乎是从山里下来的。几位好雅兴，我与随从走得渴了，不知能不能讨杯水喝呀？当然可以，先生请坐。向燕又拿了2个马扎出来。向燕看了看毛之远干瘦的脸和朴实的穿着，这么节俭的人还养什么随从？而且向燕感知到山林边上还隐匿着10几个人，这个毛之远挺矛盾的。向燕想不通，可能每个人的想法都不一样吧。本来是江旭白和徐敬之谈论学问，没想到这位毛先生其貌不扬，学问却很是不错，和徐敬之他们聊得很是投入，向燕很是惬意。江旭白和两人边聊边喝，不知不觉头就晕了起来。哎，不能再倒了，我头晕了。哈哈，时间不早了，我还有事，得先走了。今天和两位小兄弟聊得很是畅怀，多谢几位的招待，咱们有缘再见。徐敬之也提出告辞，送走两人。江旭白坐下，手抚着额头，尽力想保持清醒。就这点米酒就把你给撂倒了，你这酒量不行啊，我喝的可比你多了，下次你还是少喝一点吧。可是这酒不是你给我倒的吗？我倒你就喝呀，你是傻的吗？你说的对。看来他是真醉了。等到江书月看着向燕扛着他大哥进来的时候，嘴巴都张成了 O 型。这还是他那个风光霁月的大哥吗？这是怎么了？白夫子，他喝多了，没力气走路。喝多了呀？哦，那就好。一想到平日冷静自持的儿子被一个小姑娘抗来抗去的，他怎么就有些想笑呢？江旭白此刻就像个鸵鸟，他一动不动地躺在炕上装睡，不想面对他娘和他妹妹。这明天让他怎么见他们两个？还有这个向燕，最近他都不想再见到他了。向燕一直想开个高档酒楼，到了牙行，向燕说了自己想买大商铺做酒楼，越大越好。哎，姑娘你看，这是东水门那边的铺子，这铺子上下2层，还带院子，一共有2亩地，离正街呢也不远，很划算的。太小。这还小？那你来看看这个商铺比刚才那个大了将近1半，总共占地3亩多地，这个够大了吧？还是太小。姑娘，你莫不是耍我吧？那你说你想要多大的？姑娘，你莫不是耍我吧？那你说你想要多大的？我想要那种有亭台楼阁、有园子池塘的那种豪华大商铺，至少10几亩地大小。我看呢，你就是来砸场子的。你要的，咱们的县城怎么会有这么大还这么好的商铺？哎，这么大的宅子倒是有一个要卖，你买吗？宅子也行啊，我先去看看。那么大的宅子你买得起吗？那个宅子要价6万两，你有吗？6万两贵倒是挺贵，不过没有可以想办法嘛。只要宅子我看上了，银子不是问题。行吧，那我就带你去看一趟吧。牙人还是不太相信，不过带他过去一趟也不少什么。牙人将他带到了一座气派的朱漆大门前。哎呦，是田小哥啊，可是有什么事啊？哈，那家老爷不是要卖宅子吗？这不有人要买，我带他来看宅子了。这小姑娘也太小了吧，她能做主买这么大的宅子？大叔，我既然能来看宅子，当然就能买得起宅子。你不用管我年纪多大，只要我能出得起银子就行。
进了宅子，向燕就被院内的景致震惊了。这哪里是宅子，分明是座精巧的园子。这么好的宅子，你家老爷为什么要卖？哎呀，实不相瞒，为了建这园子，我们老爷不知道撒了多少银子出去。可自从搬进来之后，诸事不顺呢，我们老爷不敢住了，这才要卖。啊，都发生了什么事儿？你能仔细和我说说吗？去年也是春天，我们家老爷全家搬进来的第一天，我们小少爷在湖边玩耍，好端端的脚下一滑，就掉进湖里了，差点淹死。当时我们老夫人就觉得这个兆头很是不吉利，不过当时也没怎么着。谁想又过了2个月，我们老爷做生意，途中下雨，在一户人家借宿，谁知道当天晚上从山上下来一股洪水，把我们老爷住的房子冲塌了。幸好洪水不是特别大，房子冲了个半垮，我们老爷也差点被压死。后来休养了几天才知道，整个镇子都好好的，就我们老爷睡的那间房出了事儿。还有更神奇的事儿，借住的那户人家说，往年他们家从来没发生过洪水，就是下大雨下急了，那水流也会冲着他们家草棚子去。这次也不知道咋回事，那洪水怎么拐了个弯，就冲我们家老爷住的那间房去了。你说奇怪不奇怪？确实奇怪。我们家老爷吓坏了，生意也不做了，立刻收拾行李就回来了。他前前后后仔仔细细想了想那几个月的怪事儿，然后得出个结论，这几件事儿都是搬家以后发生的，肯定是老宅子有问题啊。他赶紧找了道法高深的道士来看了，道士说我们家这宅子盖得太大，压不住福运，还有我们这宅子本来就建在了坎卦上，它属水不说，更糟糕的是还引了玉河的水，水上加水，这才3番2次出事儿。既然是引了玉河的水引起的事儿，那就不要引了，把水放干就好了吧？对呀，我们老爷也是这么想的，但道长又说了，引了又放干也没用啊，这宅子就是个坎卦，还会出大事的。我们老爷无奈只好全家又搬回了以前的宅子里去了。这宅子属水，他要做餐饮，刚好是火，这不正好了，用火来压一压这水。这宅子还能便宜不？我要买。你要买这宅子？不是姑娘，我刚才说了那么多，你也要买？向燕点头。你家大人呢？怎么让你个小姑娘来买宅子呀？你确定你能做主？这可是大事啊！我家的事都是我做主，我断不会拿这种事开玩笑，对我也没啥好处，是不是？您要是真要买，我再帮您问问。这不过当初谭老爷就说了6万两一口价，这已经是最低价了。您也知道这园子盖得这样好，谭老爷花了至少10几万两银子，要不是这宅子出了这几桩事，不可能这么低价格的。田小哥没骗你，你就看看咱们脚下的汉白玉砖就知道了，这宅子花了不少钱，6万确实已经很低了，里面的家具大多数都没搬走，你要是买了之后让人再添置一些就够了，要是还想再低价，我估摸着不能了。我们老爷当时说，要是低于6万，那就让宅子这么空着，以后偶尔来逛逛也好。你们再帮我问问谭老爷，我回去再凑凑钱，要是行的话，我再来找田小哥。姑娘，难道买这宅子你不怕？不怕，我一身正气，怕什么？向燕赶着骡车回了向家村，第一时间叫来了村长，说了他要买地方开酒楼，银钱不够，把准备染布卖的事情说了。差多少银子？我让大家伙凑一凑。不用，我买了5匹缂丝，咱们染成紫色的布，我再用10倍的价钱卖出去，差不多就够了。还能染紫色的布？我还从来没见过紫色的衣裳呢。就是因为从来没有过这种颜色，所以才能卖出高价，而且我相信就算是高价，他们也会抢着要的。既然从来都没有过这种颜色，那小姑姑怎么会有啊？都是在山洞里发现的，紫色是一种用紫草的东西染的，我这里还有一些种子，到时候咱们就种在山谷里。哦对了，我还在山洞里发现了一种叫红薯，一种叫玉米的粮食，
这2种粮食说是产量能亩产上千斤。真的？你怎么不早说呀？你这孩子。咱们先不说这个，等山谷里的地都收拾好了再说。咱们现在还是赶紧染布，我买了明矾回来，明天赶紧染，我还等着买房子呢。好，我立刻就安排人明天染。你还没说铺子多少钱呢？你不用管了，我已经看好了。小姑姑手里的银子起码有2万两吧，这都买不起，还要染布卖，不知道那铺子能好成什么样。到灵州府差不多需要2天时间，向燕慢悠悠地出发了。这湖光山色就当是一次旅行好了。这时候天刚黑下来，他走着走着就走到了一个村口，再往前走了一段路，有个小树林，里面隐隐约约传来女人的哭泣声。你放开我！你放开我！你再不放开我，我就喊人了！你喊呢？你要是喊了人来，我就说是你勾引我来这儿的。你怎么能这样？亏得你还是个读书人，你放开我！嘿，读书人怎么了？读书人也是人呐。嘿，好嫂子，快来让我亲一下。你男人死了那么久，你肯定很空虚，很寂寞吧？曹勇，我求你，你别这样，你还有媳妇儿，你回家找你媳妇儿吧，你放了我行不行？你放开我，求求你！别跟我提我家那个黄脸婆，自从生了孩子，那肚皮丑得跟橘子皮一样，碰都不想碰，她怎么能够比得上你呢？哎呀！向燕生平最痛恨这种强迫女人的男人。向燕立刻走了进去，上去就给了曹勇一拳。哎呀，谁呀？我让你调戏女人，我让你耍流氓，我让你不要脸！没想到这个小姑娘人小小一个，打人却这么彪悍。向燕打够了站起身，没想到下一刻，向燕一脚踩上了曹勇的下半身。哎呀！下一刻曹勇头一歪，就这么水灵灵的晕过去了。我谢谢你啊。不客气，下次不要这么晚出来。我知道了。我今天去县城卖鸡蛋，回来的时候没赶上骡车，只能走回来，这才晚了，被他拦在了这里。以后还是叫个人一起比较安全，出远门怀里揣个刀子啊什么的在身上也好。恩人，你大晚上的怎么在这里？去我家坐坐吧，我还没好好感谢你呢。不用了，我还要赶路，你赶紧回去吧。那怎么成？好歹让我表示表示，要不然我这心里过意不去。好啦，就这样吧，我要走了。那恩人，你家在哪里？我明天去找你。那恩人，你家在哪里？我明天去找你。芳芳赶紧追问道。向燕一边摆手一边往外走。那以后你要是还来我们曹家沟村，记得来找我，我叫芳芳。知道啦，你赶紧回吧。那他怎么办？不会出什么事吧？应该死不了了吧？那要是死了怎么办？死了就死了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谁知道他见过你啊？也对啊。芳芳这么一想就放下了心。向燕走时，芳芳还有些依依不舍。曹大虎他们拉着曹勇到县城的时候，城门刚开，几人急匆匆去了县城最大的医馆合一堂。唉，已经治不好了，你们回去吧。大夫，您行行好，再帮我儿好好看看吧，肯定能治好的。他还没有儿子啊。大夫摇摇头，让他们拉着人回去。曹老爹叹了一气，和2个儿子又拉着曹勇往回走。爹，大夫怎么说的？我还能治好吗？回去，曹老爹叹了一气，和2个儿子又拉着曹勇往回走。爹，大夫怎么说的？我还能治好吗？能治好，不过得个2、3年养。你啊，要这么久？这伤这么重，肯定要多养养。小勇，到底是谁打了你？咱们一定要找他算账。我不知道是谁，只知道是一个女的，听声音年龄应该不大。你怎么得罪对方了？下这么狠的手？我也不知道，好好的走在路上，他上来就打我，
而且力气比男人还要大。天杀的，碰上了个疯婆娘，老天怎么不劈死她呀？让我儿好端端的受这样的罪。曹老娘气得又骂了起来。再说向燕赶着骡车到了灵州府，然后她戴着帷帽直奔锦绣坊。这位姑娘想要买什么？我要卖克丝，你们掌柜呢？哎呀，姑娘想要买什么克丝，我拿给姑娘看。掌柜听错了，我不是买，而是卖。掌柜听错了，我不是买，而是卖。卖？姑娘说笑了，我们只卖不买。要是姑娘要卖克丝呢，还请去当铺，那里啊肯定会收姑娘手里的货的。你确定？向燕拿过放在旁边包着的五匹布，放在了桌子上。这是紫色的克丝。既然掌柜不感兴趣，哎呀，感兴趣，感兴趣，姑娘请坐。咱们好话好说，姑娘能否打开给我看看？向燕将包袱彻底打开，五匹深深浅浅的紫色克丝整整齐齐。姑娘，你确定这紫色不会掉色？确定。要不我剪下来一小片，掌柜的试试。不过在试之前，咱们要先讲好价钱。如果不褪色，我这紫色克丝一匹要8000两银子，5匹就是4万两。掌柜的确定这价格可以接受吗？啊，这也太贵了，这价格翻了10倍啊！物以稀为贵，掌柜的可在其他地方见过紫色的衣服？物以稀为贵，掌柜的可在其他地方见过紫色的衣服？我敢保证，目前除了这5匹紫色的布，世间再没有紫色的布。你说它值不值？哈哈，我明白姑娘的意思，只是这也未免太高了，价格能再低一些吗？价格没得商量，掌柜的要是觉得这价格高，那我就去别处问问。哎呀，姑娘别急呀，我没说不同意，只是这牵扯太多银子了，我一个掌柜不好自作主张，我要问问我们东家才行啊。姑娘能否等等？好。掌柜一喜，立刻叫婆子来给向燕续上茶水，自己则急匆匆走了。掌柜的让车夫赶着马车去了沈府。马掌柜，什么事这么着急找我？马掌柜赶紧把事情说了一遍。当真？那克丝真的是紫色的？千真万确呀！那姑娘现在就在咱们铺子里等着呢。公子，您看，要是真的，那就太好了，这可是有钱都买不到的好东西。走，咱们一起去瞧瞧。沈玉清和马掌柜很快赶到了铺子。哎呀，姑娘，这就是我们少东家，姓沈。这件事情啊，还是我们少东家跟您亲自谈比较合适。向燕屈膝行了一礼，沈玉清也拱手行礼。听马掌柜说了这紫色克丝的事情，价钱方面姑娘不用担心，只是这颜色我们还要验一验。这是自然，还请掌柜拿剪刀、水和皂角来。婆子很快将东西全部拿了过来，向燕亲自剪下一小块布递给婆子。婆子在盆子里洗了半天，颜色丝毫没有变化。这紫色果然不掉色，当真是漂亮啊！公子满意就好。姑娘，能否问一句，姑娘这紫色克丝从何而来？抱歉，不便回答。姑娘这紫色的布以后还会有吗？有的话，可否都卖给我们锦绣坊？我是机缘巧合下得了这几匹布，以后怕是没有了。这样啊。双方一手交钱，一手交货，交易顺利完成。向燕是第2天才到的静陵县，他去找了魁衣匠师。他老人家一听向燕只盖个2亩地大小的院子，而且是在清水县那么远的地方，就是不愿意去，气得向燕差点给他扛走。向燕从老头家气呼呼出来，他打算先吃顿饭再去磨一磨那倔老头。老板一看这么一个如花似玉的小姑娘，穿的还那么好的衣裳，难道他们家面已经好吃到让这些大户人家的小姐也忍不住来吃了？赶紧去做面了。老板，再来一碗。小恩人，真的是你啊！我是芳芳啊，你还记得吗？你先坐下，还没吃饭吧？给你也来一碗。芳芳，你在这里啊？向东儿不知道芳芳怎么了，怎么没有平时那么热情了？他不知道的是，芳芳一想到曹勇是因为自己才被小恩人揍了，这会儿再见到向东儿就很是不自在。是啊，我在这儿。你买完药了？
冬儿看着旁边背对着他正在给老板付钱的向燕，不知道芳芳怎么会认识有钱人家的小姐。你还有事，那我就先回去了。好，你慢走。向燕这时付完了钱，她转身坐下继续吃面。哎呀，小恩人，你怎么付钱了？这钱应该让我付的。你别小恩人的叫了，叫我向燕就好。那我叫你向小姐吧。向小姐，你跟我回家。啊，这位小姐竟然跟我一个姓，还叫燕，这不就跟小姑婆一个名字了吗？小姑婆，等等，她会不会就是姑婆？冬儿猛地转身看向向燕，就见向燕站起身朝一个老头追去，芳芳也追着向燕跑了。冬儿还没看清向燕的长相，见两人都跑了，她也立刻跟着追了上去。你躲得了初一，还能跑得了15？我追！于是街上出现了一道奇景，一个老头在前面跑，后面一长串的姑娘一个接一个在后面追。厉爷爷，拦住他！向丽听见向冬儿让他拦人，他下意识就拦住了老头。你拦我做什么呀？你拦我做什么呀？哎呀！你跑什么呀？我就让你帮我盖个房而已，你至于吗？哎，我就没见过你这么难缠的。我说了不去，你还非要我去，我怕了你了，行不行？啊，你不是小偷啊？那你才是小偷，你全家都是小偷。谢谢。啊，这人怎么这么眼熟啊？向丽也愣了，这位小姐长得也太像妹妹了。哎，这位小姐客气了。厉爷爷，你就没觉得他像谁吗？你也看出来了，这位小姐确实长得像。有没有可能她就是姑婆？哎呀，这怎么可能啊！爹和妹妹他们能活着就不错了，还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。向燕原本皱眉看着向丽和向冬儿，这两位实在太熟悉了，她在努力回忆原主的记忆。大哥，姑婆，真的是你？你过得怎么样？我爹娘他们嘛，他们过得好不好？你们在一起吗？这些年你们都去哪了？还没等向燕回答，向丽终于反应过来，她的眼眶瞬间红了。爹和大壮、二壮，他们都好吗？放心吧，大家都好着呢。他们这才放心下来。向冬儿抱着向燕嚎啕大哭起来，芳芳震惊的嘴巴都张成了 O 型，没想到小恩人竟然是向家村人。完了！冬儿的相公被小恩人打成了残废，不知道小恩人和冬儿知道真相之后会不会怪我？真好，终于找到你们了。向燕也哭了，她不是对找到亲人激动的哭，而是被向冬儿的情绪感染了，不由自主就哭了。向老娘已经生病有4、5天了，她起夜穿得少，不小心着凉病倒了。19太婆，你看谁来了？啊，是冬儿啊！你说谁来了？阿娘，你是小叶？是我，娘。儿啊，我的儿啊！娘终于盼到你了，我的燕儿啊，我的心肝呐！别哭了，19太婆，姑婆他们找到了，咱们应该高兴是不是？啊，你爹和朵朵他们怎么样了？他们都好吗？阿娘放心，大家都很好。哦，那咱们村里其他人呢？你们都在一起吗？都在呢，大家都好着呢。他正要问其他事，外面就响起杂乱的脚步声。看见向燕那一刻，众人都有些懵。姑婆，旭百和你们在一起吗？我家栓子呢，还有栓子娘，还有我家阿满，他们都还好吗？好着，都好着呢，大家放心。
向燕被众人轮流抱着轮流哭，哭得向燕的肩头湿哒哒的，她感觉衣服都能拧出来2斤眼泪。哎呀，好了好了，都别哭了，这是高兴事儿。哎呀，好了好了，都别哭了，这是高兴事儿。对，别哭了，我买了好多米和肉，大家今天好好吃一顿。是啊，别哭了，小燕买了300斤的大米，都是给大家伙买的，是她的一点心意。晚上都在我家吃饭吧。众人急忙推辞，向燕道：你们别客气，看你们一个个瘦的，正好给你们补补。大家吃完饭商量商量，跟我啥时候回去吧。大家都是一家人，别客气，我这就做饭去。哎，这么多人，我们哪好意思留下吃饭呢？我们还是回去吃吧。你这见外了不是？你们要是走了，我这饭还做不做了？大家一起热热闹闹吃顿饭，多好的事儿呀！一会儿好好的商量商量该怎么办。袁弘和佟道花、东儿他们走进厨房，开始忙活了起来。向燕想起向老娘还要吃药，于是要了热水，给向老娘化了感冒颗粒给她喝。向老娘自从见了向燕，这病已经好了一大半了。这一碗药下去，人更精神了。小燕呐，你怎么买那么好的大米呀？这银子可不能这么糟蹋呀！你不知道这挣钱多难，以后啊还是要省着点花。娘，银子一点都不难挣，放心吧，我银子多着呢。你一个小孩子家的，哪里知道银子有多难挣啊？听娘的，以后省着点花。像今天这样的精米呀，就不用买了，买点小麦和糙米就成。阿娘，咱有钱就要吃好穿好，要不然钱用来干啥？说着，他在袖子里掏了掏，实则从空间里掏出2个大银锭子，塞到他娘手里。这个给娘，你先留着自己花吧。说完就赶紧溜了。饭后，众人围坐在一起商量以后怎么办。这还怎么办？当然是跟我一起去清水县了，以后家里人就都能团聚了。团聚肯定是要团聚的，就看是你们那边人过来，还是我们过去。哪边地多，我们就去哪边。咱们在曹家沟村这么久了，也开出来不少地，目前养所有人有些困难，但是以后多开些地，肯定能吃得饱。是啊，咱们现在生活也稳定了，虽然还吃不饱，但只要大家劲儿往一处使，以后的日子肯定会好起来的。就是这个理儿，就是不知道清水县那边是什么情况。不是，感情我说了很多遍，向家村人都过得很好，大家以为过得都很好，就是都还活着。你们看，我身上穿的是什么？姑婆，你让大家看你穿什么干什么？我们想知道清水县那边的地都有多少，商量一下，是你们过来好，还是我们过去好？是啊，我们是这个意思。我都穿得这么好了，肯定是清水县那边更好呀。姑婆，你穿这么好，不代表其他人就过得好啊。我就这么说吧，清水县那边现在家家户户都住着青砖大瓦房，孩子们都在读书，所有人顿顿都吃着大鱼大肉。太姑婆，你就别拿大家开玩笑了，这是关乎咱们向家族人以后的发展，可不能开玩笑。真的，不止孩子们，就连村里的大人们都在认字，就是孙二娘现在都能看书了。向燕一看大家的表情就知道，他们肯定又不相信了。向燕一看大家的表情就知道，他们肯定又不相信了。向燕把田姨娘给她绣的超级好看的包拿出来，她给每个人手里塞银子。这些你们先拿着买粮食吃，我明天先带着我娘先回去，过几天我和村里人再赶着骡车来接你们，到时候你们就知道我说的是不是真话。大家被向燕这一举动弄晕了，她怎么会有这么多银子？等等，她怎么带这么多银子出门？不，她怎么给我们发银子？众人反应过来，急忙要还给向燕。这银子你们以后还我，你们先拿着买吃的，好好补补。说不定小燕说的是真的。怎么可能啊？他小孩子家的胡说，不知道19叔怎么挣着钱了，让这小丫头乱花，他就吹牛。那孙二娘能看书，你信？最后众人决定，明天先让向田和向老娘跟着向燕回清水县，看看到底怎么回事。
到时候大家再做决定。第二天天刚蒙蒙亮，向老娘和向田简单收拾了几件衣服就上了驴车。向家族人早早就来送行了。你在这里干什么？你在这里干什么？听说向姑娘要走了，我来送送你。你还是别笑了，笑得那么勉强。向姑娘，我有个事儿要跟你说。什么事儿？向姑娘，我跟你坦白个事儿。那天晚上调戏我的那个男人是冬儿的相公。向燕挑眉，这个实属意外了，没想到冬儿嫁了个那样的老公。哎呀，没关系，反正冬儿的相公已经废了，以后给他重新买，重新找一个就是了，不是什么大事儿，不值得一提。向姑娘，你不怪我？怪你干什么？这又不是你的错。再说了，那曹勇是我打的，又不是你打的，那样的人渣活该，没死算他命大，你别自责了。芳芳太过震惊，脑子都有些反应不过来。没什么事儿，那我走了。我还有事要跟你说。我还有事要跟你说。什么事儿？就是丽娟的事儿，你知不知道？她有什么事儿？就是丽娟嫁给了我们村的曹金顺，她昨晚打丽娟了。向姑娘，你千万别冲动，这是曹家勾存，要是你现在把她打了，那就麻烦了。就算你不怕，可向家还有这么多人在村里，你千万别冲动啊。知道了，你说到底怎么回事？这丽娟的婆婆和曹金顺本来就不是什么好东西，她婆婆经常搓磨她，还挑唆曹金顺打媳妇儿，丽娟3天2头的挨打。昨晚丽娟回去又被打了。这事儿我知道了，谢谢你告诉我这些。以后要是有什么解决不了的难事儿，就来清水县向家村找我，知道吗？芳芳点头。向燕和向老娘、向田告别众人，赶着驴车上路了。路上，向燕向向老娘打听了几个嫁出去的姑娘的情况。他们的日子不好过，尤其丽娟，听说她男人3天2头被她婆婆挑唆的打她。小草和冬儿就是家里的老黄牛，也被人看不起，都是咱们向家人太穷了，让他们在婆家抬不起头啊。那他爹向林州就没去找曹金顺算账？林州去了，但曹金顺就没把老丈人放眼里，2、3下就把林州呛得差点背过气去。他以前是个读书人，说话文绉绉的，哪里会跟人骂仗啊？他回来气呼呼找你水生哥，你水生哥说，咱们好不容易在曹家沟站稳脚跟，不宜再生事端了。这媳妇儿哪有不挨打的，熬一熬就过去了。他此时内心有1万个羊驼，不知当讲不当讲。要是小妹嫁给曹金顺那样的人，看我不打断他的狗腿！阿娘，你就是个两面派，就知道心疼自家闺女。咱们要是有个有本事的，也不至于让人这么欺负了去。没事儿，天道好还，报应不爽，曹金顺肯定会后悔的。这一晚，向老娘和向老爹说了一晚的话。向田搂着2个儿子，抱了又抱，亲了又亲，好不容易睡着，感觉没一会儿，向燕就被拍门声吵醒了。小姑姑，小姑姑，赶紧起来去曹家沟村了，早点上路，大家都等着呢。让我再睡一会儿，还早呢。不早了，都4更天了，厨房都给你们做好饭了，吃了赶紧上路啊。算了，让向田跟你们去吧。那可不行，万一要打架怎么办？姑婆肯定要去的。向老娘懵了，打什么架？还必须要他闺女去？一边去，胡说什么呢？你姑婆有事也是友好协商，怎么能说打架呢？我看你的礼仪课就没学好，还得让周夫子教教你怎么说话。对，村长说的对，姑婆是族长，有他在才能友好协商嘛。国良立刻改正，村长他们叫了好几遍，再加上朵朵不停的催促，
向燕终于艰难起床。小姑姑，你可一定把冬儿带回来，她吃了这么多苦，可不能把她一个人留在那边。要是婆家不愿意放人，小姑姑你就悄悄把她抢回来。要是冬儿不愿意，就算把她敲晕也要带回来。小姑姑，你跟她说，嫁过人不要紧，咱们以后买个相公就是了。咱们村现在不一样了，不在乎那些破规矩。对，小姑姑，你也要把小草带回来。两个人一个在左边说，一个在右边说，他躲过了昨天的痛哭的场面，终究没躲过碎碎念。走了。车队浩浩荡荡出发了，驾着马车进了曹家沟村。爷爷奶奶、爹娘，出大事了！外面来了好多的马车。什么大事啊？快来看啊！好多的马车。小草放下篮子也想跟着去。你跟着去看什么热闹啊？还不赶紧回去做饭！小草一把甩开他的手，立刻跑了出去。姑婆、国良，你们终于来了！姑婆、国良，你们终于来了！小草，上来，跟我一起回家里去。啊，小草姐，终于见到你了！小草的婆家人更为震惊，没想到他们平时看不起的小草，竟然有这么有钱的亲戚。哎呀，这原来是小草的亲戚呀！你看这孩子也不说，你们快来家里坐坐。姑婆、国良，你们来家里坐吧，我一会儿让小草给你们杀只鸡，留下来一起吃个饭。饭我就不吃了，我们还有事儿。不过小草要跟我去一趟，你们没什么意见吧？没意见。没意见。小草嫁给曹旺2年多了，还是第一次见到曹家人跟他这么客气说话，他内心很是鄙夷。一群势利眼。向燕到了向家人住的另一边村子时，佟稻花正出来倒泔水。我来接大家啦！小姑姑，哪来的这么多骡车？有7个骡车是原来就有的，其他车是找人借的。找谁借的？人家愿意借给这么多车？都是跟咱们有生意往来的人借的，放心吧。大家还是赶紧收拾一下，跟我们走吧。这是做什么生意？能借这么多马车？小燕啊，你还没跟大家说清什么情况啊？怎么就叫大家跟你走啊？哼，我说的你们也不信啊？国良一听，立刻懂了向燕的意思，他一拍胸脯，给众人开始滔滔不绝讲以前，听得众人那叫一个目瞪口呆，难以置信。国良说的都是真的，我们几个都能证明。大家还是收拾一下，跟我们走吧。那些马车都是借的，还有车夫，他们都是来帮忙的，不好耽误别人太久。这就要走了？这也太突然了，大家都没准备好，这么多东西呢。这么说，小燕就是咱们族长了？这也太胡闹了！她一个女娃娃，怎么能成为咱们向家族人的族长啊？这让外人知道了，还不被人耻笑？有良真是胡闹，怎么能让小燕当族长？水生哥，族长这个事咱们以后再说，搬家的事最重要，有什么贵重东西都带上，其他东西就不要了，骡车只能坐人。大家伙的东西那么多，怎么能说不要就不要了？那些东西都是大家辛苦才攒下的家当，你才过了几天好日子，手就大成这样了？那些东西都是大家辛苦才攒下的家当，你才过了几天好日子，手就大成这样了？行吧，你要带就带，就是没车给你了，你看着办吧。他对其他人说道：带几件衣服就行了，回到清水县咱们什么都有，没有的东西咱们买就是了。现在向家村里人每个人1个月都能拿到30-40两银子，咱们不差银子，但要是为了那些瓶瓶罐罐就让那么多人和骡车拉，那就不划算了。骡马和人一天可要消耗不少呢。小燕说的对，咱们这些东西也不值几个钱，但外面那些骡子和马一天可要不少草料，咱们还是抓紧收拾东西走吧。小燕说的是，但咱们还有那么多地里的庄稼都还没有收呢，就这么走了也太亏了。是啊，这一下可走不了了，要不等到秋收以后咱们再走吧。地可以卖给村里人，银钱少一点也无所谓，家里人可都盼着和你们早日团聚呢。姑婆说的对，
村长他们昨天半夜就让我们出发了，这些小东西也不值几个钱，咱们现在真的不差钱，不要为了这点钱让家里人一直等着咱们。其他人相互看了看，也同意向燕的提议。没过一会儿，向书红就回来了，他一脸喜色说道：曹地主说了要买地，无论多少他都买，就是价格稍微低一些，2两7顷1亩。向灵州有些心疼，比正常价格少3000银子呢。爹，就低3000银子而已，只要能卖了就好，咱们不差这一点钱。我和我哥一个月能挣80多两，我们已经攒了几百两银子了呢。国良说的对，地有人买就好。现在村里谁家没个几百两银子呀？那家里人多的，就像村长他们家，4个劳力，指不定都存了6、7百两银子了。卖。向灵州一锤定音，各家男人回去拿地契，去曹地主家去了。这时候小草带着冬儿、丽娟来了，向燕把国良和丽娟几个叫到外面说悄悄话去了。一会儿我们吃完饭就要回新水县了，你们是要跟我们回去，还是留下来？姑婆，我们真的可以跟着你们走吗？可是曹家那边不会放我们走的。是啊，姑婆，就算曹家愿意放我们走，可我们还有孩子，我舍不得孩子。我也舍不得孩子，但我想跟大家一起走。哎，你们就说你们想不想跟我们走吧？要是想跟我们走，剩下的就不用你们操心了，姑婆肯定有办法，是吧，姑婆？向燕很想翻白眼，这家伙倒是对他自信的很。国良说的对，你们要是愿意跟我走，我有办法带你们和孩子走，就看你们愿不愿意了。我走的时候，你们家里人可是再三叮嘱我，一定要把你们带回去的。冬儿娘说了，就算把她冬儿敲晕，也要带回去，说冬儿吃了那么多苦，不能再把你丢下继续吃苦了。我回，我一定要回，就算他们要杀了我，我也要回去，我要跟我爹娘妹妹在一起。我也要回，曹家我是1天也待不下去了，只要让我带走妞妞，我什么都愿意。可是我们嫁过人，还带着孩子，以后还怎么嫁人啊？嗨，这个你们不用担心，到时候给你们买几个相公就可以了。小何还被父亲休了呢，姑婆还不是给他买了个相公？他相公长得好看不说，还认识字，对他也好，还不嫌弃他嫁过人，比小何都小3岁呢。姑婆还给划了地方盖房了，已经盖好了，就等着日子到了成亲呢。冬儿几人震惊的张大了嘴巴，都忘记哭了，这还能这样？那我们该怎么办？曹家人肯定不会放我们离开的。既然曹家不会放你们走，那咱们就不用经过他们同意，直接走就是了。只是曹家村这么多人，咱们明目张胆的要走肯定不行，就晚上偷偷走。今晚让国良赶着骡车等在村口，你们悄悄抱着孩子出来，直接上骡车，有什么问题我兜着，你们别怕。冬儿几人瞪大了眼睛，姑婆这么厉害的吗？嗨，你们别看姑婆年纪小，她可厉害了，一个人杀了10几头野猪，还带我们去土匪窝，把土匪都杀光了。哎，这件事你们不要跟其他人讲，走的时候你们就当我们真的要离开了，晚上走的时候什么东西都不用带，抱着孩子就行了，记住了吗？几人齐刷刷点头，眼里又是激动又是忐忑。向燕和国良对众人说了他们2个去静宁县还有事，让狗剩带他们先回去。晚上小草等所有人都睡了，轻轻拉开门栓，轻手轻脚小心翼翼，然后迅速溜了出去，门都不敢掩上，就怕发出动静惊醒了其他人。冬儿抱着孩子出门的时候，曹勇睡得跟个死猪一样。很快也和国良他们会合了，没看到向燕。姑婆和丽娟还没回来啊？向燕跟他们说丽娟家远，所以她晚上要去接一下。但向燕真正的目的不是接丽娟和孩子，而是曹金顺。放心吧，有姑婆在，不会出什么事情的。就算有什么事情，姑婆都能解决的。没一会儿，几人就看到了2个黑乎乎的人影。这是曹金顺。啊，扛他来干什么？姑婆，你不会是想把他也带走吧？他可是曹家沟人，肯定不甘心跟咱们走的。你还不知道，他整天打丽娟。什么？
他敢这么对丽娟，王八蛋！这一拳打得他眼冒金星，紧接着密集的拳头就接踵而至。你个孙子，打女人算什么本事？有种你来打我呀！我妹妹我都没舍得动过一根手指头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向燕看国良打得差不多了，他走到一棵大树跟前，掰下一个比较粗壮的枝条，不错，很是趁手。啊，让我打吗？让我打吗？对啊，打他，给我狠狠的打。他平时怎么打你的，你就怎么打他。国良，让丽娟来。你敢？向丽娟，你敢打男人？你不想活了？你要是敢动我一下，你看我以后怎么收拾你！哼，都什么时候了，你不会以为丽娟还会跟你过日子吧？真是够蠢的蠢货。丽娟握了握手里的棍子，想起曹金顺以前对自己动手的凶狠样子，她一时怒上心头，挥起棍子就往曹金顺身上招呼。向丽娟，你给老子等着，看老子以后不弄死你！丽娟一棍接着一棍，毫不留情。曹金顺疼得嗷嗷叫，他嘴里的污言秽语变成了求饶。让我放过你，当初我求你的时候，你怎么不放过我？孩子，你还有脸跟我提起孩子？你不是嫌他是个赔钱货吗？你有当过他是你女儿吗？你有过当爹的样子吗？你就是个畜生！丽娟用尽全身力气，朝着膝盖狠狠抡了下去，咔嚓一声闷响，伴着曹金顺杀猪似的惨叫。谢谢你，姑婆。好啦，你去车上看孩子吧，剩下的事交给我。丽娟听话地走了出去。向燕等曹金顺不再惨嚎了，微笑着上前，在曹金顺惊恐的眼中，一脚狠狠地踩在了他的下身。向燕很是满意，这力道他掌握得很好，和当初踩曹勇时的力道一样，果然熟能生巧。吃完饭，向水生拉住了村长。有良啊，我怎么听说咱们村现在让小燕一个丫头片子当组长，这到底是不是真的？确实，咱们村胡闹！你怎么这么糊涂啊？咱们向家村让个小女娃当了组长，这说出去不是让人笑话咱们向家村没男人了吗？二叔，咱们现在过得多好，你也看到了，要不是小姑姑，我们去年差点就要饿死了。你不用跟我说这些国良他们都跟我说了，我知道小燕带大家挣钱了，现在也都靠她挣钱，但挣钱归挣钱，不能因为她挣了钱就让她当组长啊！你这是把咱们的老祖宗的规矩都忘光了。二叔啊，你说这些我都懂，但这事儿也得等小姑姑回来了再说不迟啊。您还是先回去好好休息休息，其他事情以后再说。行吧，那就等小燕回来了再说。向水生转身回家去了，家里那崭新的青砖大瓦房他还没来得及好好看呢。向燕第二天和国良带着东儿他们回来了，田桂花和阿满等人高兴坏了，可这把曹家沟回来的向家人搞懵了。你怎么来了？还带着孩子啊？你婆家愿意让你回来？是我的主意，小姑姑走的时候我就跟她说了，让她务必把东儿带回来，咱们以后就在向家村生活，不回去了。那怎么行啊？你这不是胡闹吗？她嫁人了怎么还能回娘家，还带着孩子？这以后你让她怎么办啊？还怎么嫁人？东儿他们以后就跟咱们一起生活，嫁不出去就买相公回来，总之不会委屈了他们。不是我说你啊，小燕啊，咱们村以后这名声还要不要了？都这样了，谁还敢娶咱们村的姑娘？那不都成笑话了？这要什么名声？只要能娶上媳妇儿就好了。就咱们现在的条件，谁不盼着把女儿嫁进咱们村？反正咱们村好不容易养大的女儿，不能送给外人欺负了去，坚决不行。向水生见东儿哭得如此伤心，知道他这些年确实不容易，也没继续再说。他去找村长。有良啊，你快劝劝小燕，这丫头竟然把东儿他们接回来了，这嫁出去的姑娘再接回来，这不是让人骂咱们村没规矩没教养吗？以后村里的姑娘还嫁不嫁人了？二叔，咱们村的姑娘现在已经不嫁人了。什么？他们现在就嫁不出去了？名声已经这么坏了吗？东儿他们不是才回来吗？
不对，你们以前做什么了，让咱们名声坏成这样了？难道是小燕当族长的事已经传出去了，所以其他村都不止跟咱们村结亲了？哎呀，哎呀，不是二叔你想的那样。自从去年开始，小姑姑就买人回来婚配，不管是村里的男娃还是女娃都一样。女娃们只要成亲了，小姑姑就在村里给他们划一片地方，盖房子成亲。过几天小何就该娶相公了。啥？女娃竟然娶相公？你们！向水生指着村长，他被气得都不知道怎么说才好了。你们就这么胡来？好好的村子被你们搞得乌烟瘴气，老祖宗要是知道了，都要被你们这群不孝子孙给气活过来了。不行，我现在就去找小燕，让他把族长之位务必让出来。我看着族长之位你也别当了，还是我来当。向燕刚回到家里坐下，被他娘抱着稀罕了一番。他们正高兴着，就见向水生气冲冲的进来了。水生和有良来了呀，快坐。水生怎么生气成这样了？有谁惹了你不成？村里除了我和你19叔，就属你和小燕辈分高了，谁敢惹你了？19叔，19婶啊，不是我说呀，这村里怎么能让小燕一个小姑娘当族长啊？而且小燕还把冬儿他们接回来了，这不是让人戳咱们老向家脊梁骨吗？这嫁出去的女儿哪有说接回来就接回来的道理呀？你们说是吧？我闺女怎么不能当族长了？你没回来前她当族长当得好好的，你一回来她就当不得族长了。要不是她，村里人早都饿死了。要不是她，你们从曹家沟能回来跟家人团聚。要不是她，村里人能天天吃大鱼大肉，住青砖大瓦房。19叔啊，这一码归一码，小燕啊是为村里做出了很大贡献，但不能因为这样就让她当族长啊。而且听有良说，现在村里的姑娘竟然不嫁人，直接买人娶相公，你说这像话吗？怎么了？姑娘娶相公不像话，丽娟被她男人打就像话了。咱们村里姑娘被人欺负的时候，怎么不见你去给他们讨公道？娶个相公你就急了？娶相公，起码咱们的姑娘们在咱们眼皮子底下，谁也欺负不了。孩子还跟咱们姓，这多好的事情啊！到你嘴里怎么就不像话了？再说了，咱们村那么多地方，人又少，咱们现在其他不缺，就缺人。娶相公不是好事情吗？这不一样，咱们的名声要紧，这规矩不能破呀。这女人当族长，她不行啊。什么规矩名声的？名声能值几个钱？咱们逃荒的时候你忘了？那个时候能活着就谢天谢地了，还规矩？那时候怎么不讲规矩啊？还有这名声，名声怎么了？名声能吃饱还是能喝足？再说了，咱们不仅名声没坏，而且还有大把的人抢着把闺女送进咱们村呢。昨天桂花还跟我说，有好多媒婆来咱们村，都是周围的村子想把闺女嫁给咱们村。这名声看起来还好了不少呢。还真有这回事儿？啊，确实来了不少媒婆。小姑姑说，只要成亲，无论男女都单独盖房过日子。这消息传了出去，来说亲的就更多了。什么？这父母在不分家，自古以来的规矩，怎么能这样干啊？这是不孝啊！水生哥，你也别指望把冬儿他们送回去，我已经把曹金顺给废了，他们回不去了。什么？你怎么把他们废了？就是曹金顺以后断子绝孙了，还有曹勇也是被我废的。其他人都惊呆了，她一个姑娘家的，怎么胆儿这么大啊？向燕正在编辑部看稿，能到她这里的稿子很少。这女子的文章也太少了吧，下个月的独家新书就4个女子的文章中选了，其他全是男子的，江夫子、白夫子，你们不会是故意把女子的文章都给筛掉了吧？
哼，你以为我们是你呀？刚才的文章明明写的那么好，你偏能鸡蛋里面挑出骨头来。哪里好啦？让风尘女子卖身养他读书也叫好文章？哼，好好的一篇锦绣文章，怎么到你嘴里就变了个样子？本来就是嘛。这天下的女子读书的本来就少之又少，文采斐然的那就更少了，这不奇怪。也不知道那4个女子会不会来当这个审稿人。正说着，向南回来了，他先把富贵的信给了向燕。什么事这么神神秘秘的？让你说一声不就行了？怎么还写信给我？说着，他打开了信看了起来，看着看着，向燕把信往桌子上一摔。这个畜生，看我玩不死他！啊，什么事啊？这么生气？别激动，激动容易犯错啊！你看看就知道了。你明天跟你富贵哥说，让他把这件事调查清楚，看看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，还有这个人家里都有什么人，不要让人糊弄了。向南看到姑婆刚才发火的样子有些吓人，他赶紧答应一声，继续搬东西去了。不是什么大事啊，处理好就行了。你倒是对我胃口，这事儿的确不是什么大事儿。怎么样，需要我帮忙吗？不用，小意思，我能解决。到底什么事儿啊？让我也看看。这事儿你还是不知道的好。不看就不看。说完，他就见他娘直勾勾地盯着他看，他有些发毛。阿娘，你看着我干什么？小燕，你的礼仪该好好学学了。我礼仪学的不是挺好的吗？哪里好了？你看看他，刚才撇嘴的样子和你一模一样。他以前啊，可从来不这样的。哈，我的风雅仪态呢？都怪小组长给我传染了。哎呀，这有什么不好的？这叫生动。从明天起，你好好练练表情。好。向燕悲叹一声，生无可恋。这天天刚亮，路上的行人还很少。张四海从赌坊打着哈欠出来，还没反应过来就被人敲了一棍子，然后就人事不省了。向燕把他扔进了空间，然后直接出了城，往清水县北面的矿山过去。向燕趁着夜色把张四海像扔沙包一样从墙头扔了下去。谁？2个看守的人点着火把看清楚地上的人，很是奇怪。这人哪里来的？这一看就是得罪了什么人，别人给咱们扔进来的。那他怎么办？能怎么办？既然来了就留下来干活呗，白捡的劳力不用白不用，上面的任务咱们还能多完成一些。2人拖着张四海走远了，向燕这才满意的从空间出来，赶着骡车回去了。到了月末最后一天，会客厅总共坐了3女9男。大家好，我是汉木坊的总编辑向云，也就是总审稿人，这次是托东家来跟各位签订契书的。原来向云不是东家，只是如向云一般的人物竟然甘愿在东家手底下干活，那不知道东家是何等人物。在签订契书之前，大家先看看手里的纸，这是咱们汉木坊的规矩，还有各位以后的薪水。若是同意，咱们就签订契书；若是不愿意，可以离开。要是路远，汉木坊会给各位补上车马费和住宿伙食费。众人赶紧看起了手上的纸，纸上第1条就写了汉墨坊只凭实力说话，不分男女，不歧视女性，其他人亦要遵守此规矩。除了一些规矩之外，待遇方面也都写在了上面。汉墨坊除了每月5两月银，包吃包住之外，年底还会发奖金，每个月逢4、5休假2天。东家大义，尹某定会竭尽全力为汉墨坊效劳。好，既然诸位没有意见，那咱们就签订契书吧。向燕把契书给每个人发了2份，汉墨坊的印章已经盖上了。契书签订之后，双方各执1份。这位是向南，剩下的具体事务由他给大家介绍。说完，江旭白就带着向燕走了。向燕站编辑部门口，看着原本1辆骡车就能拉完的信，现在直接变成了2辆车，这得印多少本书才能把寻人启事给印完呢？小燕呐，你说你帮那么多人写寻人启事，你怎么就忘记咱们家还有你姐姐没找到啊？
你大姐从一开始打仗就不见了，这10几年都杳无音信，她还不知道在哪里受苦呢。你姐夫是个文弱书生，也不知道在这乱世能不能保护你姐姐和孩子们。自从这些天回来，看着咱们过得这样好，我就时常牵挂他，担心你姐姐一家的安危。今天要不是心怀跟我提起，咱们帮许多人找到了家人，我还不知道这事儿呢。向燕这才想起来，她还有个大姐，原主没出生之前就和家里人失散了。阿娘，你把大姐的信息说一遍，我现在就写上。都要写啥？就是名字，哪年出生的，嫁到了哪里。哦，你大姐叫向阳，嫁到了。江旭白听着那熟悉的名字，他的笔啪嗒一声掉在了纸上。放心吧，阿娘，咱们自家的寻人启事，我肯定放在第一个，而且写的大大的，单独印张纸出来，保准姐姐和姐夫一眼就能看到。还是我小闺女能干。等向老娘走后，编辑部就剩向燕和江旭白2人了。这个寻人启事最好不要印了。为什么？你可知这当今圣上和皇后的名讳？我不知道。当今圣上名叫梁家康，皇后向阳，太子梁之行。你这话当真啊？不是跟我开玩笑吗？江旭白郑重点头，向燕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。太好了，我这就去告诉爹娘这个好消息。哎，你先别急，听我把话说完。他皱眉把朝堂上的局势以及皇上对皇后和太子的态度说了一遍，并把自己一家人是怎么被发落的事情也讲了一遍。刚还想着怎么和大姐见面，现在别说靠山了，他和向家村人先要时刻小心，千万不能被人知道他们向家人的信息，否则小命可能不保。我得好好想想。皇宫，皇后正在看《苗苗修仙记》，这时太子素着一张脸大踏步走了进来。怎么了？可是出什么事情了？阿娘，我来是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外公他们有消息了。真的？我想着外公他们在南方找了这么久也没消息，于是就派了几个人去北方找了找，最后打听到他们曾经出现在灵州府境内，我已经让南明带人去细查了。太好了，阿弥陀佛，佛祖保佑我爹娘他们一定要平平安安的。皇后双手合十向天祈祷。太子看着母亲，心里很是酸涩，好久都没见过阿娘这么开心的笑容了。向燕驾着骡车去了静陵县，他死缠活缠，终于让奎一同意了给他盖房，只不过要明年开春之后盖。你也不看看现在什么季节，马上都有入冬了，这还能盖房吗？向燕最后厚着脸皮在奎一家蹭了晚饭才走。这时候天色已经黑了，向燕赶着骡车往回走。他现在不困，他想等困的时候直接进到空间里的房子休息。曹家沟村，你说的这事是老大主动找你说的？老大想兼挑2房，他说老二已经没了快1年了，老二媳妇儿还年轻，肯定不可能守一辈子寡，到时候要是老二媳妇儿嫁了人，贵子就没了娘，孩子就太可怜了，而且老大媳妇儿已经生了4个，全是闺女，他怕自己以后绝后，就想出了这么个主意，刚好2全其美。哼，老大倒是说的好听，不就是被芳芳那个狐狸精勾引了？他的那张脸长得太好了些。这事儿你怎么看？同意不同意？我同不同意有什么用？你和老大不是已经愿意了？关键是芳芳那个小蹄子，她愿不愿意？这容易，让老大明天去买些迷药，等半夜让老大媳妇儿来个捉奸在床，咱们就趁机提出来，让老大兼挑2房就好。到时候就算他不愿意也不行，否则是要沉塘的。你这老头子馊主意倒是不少，只不过老大媳妇怕是到时候会闹。怕什么？他
他没给老大生出来一个带把的，要是他敢闹腾，就威胁休了他，他肯定就不敢说什么了。行了，你去叫老大来，咱们得提前通好气。芳芳用背篓背着儿子打开了大门的门栓，这个家是不能再待了。他慌忙收拾了些衣服带上了。芳芳跑到村口时就气喘吁吁的跑不动了，他扶着树干缓了缓，这才快步向娘家所在的村子走去。向燕赶着骡车悠哉悠哉的往前走着。芳芳，向姑娘，你怎么在这里啊？我要回娘家。这么晚了，你怎么回娘家？不能白天回吗？大晚上的多危险啊！芳芳于是把婆家算计她的事情都说了。向燕这次很是平静，她发现只要在这个封建时代，各种对女人不利的奇葩事情都能发生。上车，我带你去废了你大伯哥的第3条腿。不用了，我大嫂还指望着他那第3条腿生儿子呢。行吧，那我送你去娘家，上车。这会不会太麻烦你了？芳芳很是不好意思，她每次都要麻烦小恩人。没事儿，都是骡子在跑，我也不出什么力气。我就看看我娘愿不愿意收留我和孩子。之前我娘就想让我改嫁，只是我舍不得孩子，一直没答应。你觉得你娘家人会收留孩子吗？应该不会吧。那要是你娘家人不收留你们，你要怎么办？想到这里，芳芳都要哭了。她没地方去。没事儿，你要是没地方去，到时候先跟我走，我要他的酒楼，你到时候给洗洗菜、洗洗碗都行。真的？当然是真的。向姑娘，你人真好，你就是我命中的贵人，我以后一定当牛做马报答你。当牛做马就算了，你只要管好你自己就行了。屋里，方母看着一身贵气逼人、姿态优雅的向燕，很是拘束。伯母不用忙啦，我不渴。这么晚了，你和芳芳有什么事情尽快商量。要是芳芳跟我走，那一会儿我们就直接走了。你和芳芳有什么事情尽快商量。要是芳芳跟我走，那一会儿我们就直接走了。走，芳芳跟姑娘去哪里呀？还是你跟伯母说吧。芳芳赶紧跟方母说了她的打算，她想去向燕的酒楼干活。芳儿，你还是找个人赶紧嫁了，你这年纪不能再拖下去了，儿子就给曹家吧。爹，我不，桂子我是一定要留在身边的。我可以不嫁人，但不能没有桂子。我跟向姑娘走，以后我赚钱养桂子。芳儿，你还年轻，孩子以后会有的，你总不能这样带着孩子一辈子，守寡那是什么好事吗？是啊，芳儿，这不是小事。你要是一个人带着孩子在外面，你让我们怎么放心啊？你们要是愿意让我和桂子一直住在家里，不嫁人，那我就不走了。方父和方母闻言一阵气闷，这不是给他们出难题吗？这期间向燕一直没开口，就看着几人来回说着车轱辘话。算了，我看芳儿是铁了心要养桂子。向姑娘那么有钱，芳芳跟着她比在地里刨食强。我看到向姑娘也是个心善的，以后芳儿有她照顾啊，肯定出不了什么事。哎，行吧，就听你的。芳儿这脾气都是咱们惯的。第二天天还没亮，老头子，老大，不得了了，芳芳跑了！什么？慧兰被孙婆子也吵醒了。她昨晚着凉拉肚子，上了3次茅房也没睡好。芳芳跑了好，人跑了，看曹君胜怎么肩挑两房。芳芳这个小贱蹄子，跑了就跑了，还把桂子带走了，这不是要我的命吗？咱们家现在可就桂子这一个带把的，你赶紧去找回来。芳芳怎么跑了？她什么时候知道的？这句话问完，他猛地抬头看向慧兰，一把捏住了她的脖子。是你对芳芳说的对不对？你这个贱人，我就知道你见不得我好。啊？什么？你说是慧兰给芳芳说了，芳芳这才带着桂子跑的？不是我没说。哼，不是你还有谁？你昨天晚上出去了那么久，你以为我不知道？你这个贱人！我昨晚拉肚子。啊呸！你这个贱货，
你说这个话谁信？你自己生不出儿子就算了，还不让别人给我儿子生了，真是脏心烂肺的玩意儿！好你个贱人，我让你多嘴，我让你使坏！你自己龌龊不要脸，还有脸来说我？你想占人家芳芳的便宜，也不瞧瞧自己的怂样，你配吗？哎呀呀，这是咋回事啊？有事好好说，怎么能够动手呢？曹军胜，你想肩挑两房，人家芳芳不愿意跑了，你就把气撒在我和孩子头上，你还是不是男人？住嘴！哼，你怕芳芳不同意，你想迷奸她，让我去抓奸，好趁机会威胁她同意，你让大家都来评评理，你这做的是人事吗？闭嘴！众人一片哗然，没想到老实巴交的曹军胜竟然还有这样不要脸的一面。众人看向他的眼里充满了鄙夷。你个贱人，你胡说什么混话？就算你男人打了你，你也不能这么胡编乱造。滚！你赶紧收拾东西，滚回你娘家去！我们曹家没有你这样的儿媳妇。夜晚的曹家沟静悄悄的，一群黑衣人骑着高头大马站在村口。影一，你确定向家人就在这个村子？确定。老刀传回的消息就是这个村子。杀，一个不留。是。影一带着一群人悄无声息地进了村子。不久，村子里就弥漫开浓重的血腥味儿。半个时辰后，这群黑衣人又悄无声息地消失了。向燕和芳芳、桂子在客栈吃了早饭，他们这才悠哉悠哉地往回赶。快到曹家沟村的时候，后面传来了很多马蹄声。小姑娘，麻烦问下，你知道曹家沟怎么走吗？前面第2个路口进去就是曹家沟村。好，多谢小姑娘。南明谢过向燕，骑着马带人先走了。南明等人一进村子就感觉到了不对劲。果然，等他们在村子里找了一圈之后，村里人都死了，没有一个活人。南明脸色煞白，他们还是来晚了，肯定是有人走漏了风声，这才让曹家沟村的人都遭了殃。向燕赶着骡车，听到前面有哭声。娘，有车来了。向燕把骡车停下，从上面跳了下来。啊，嫂子、大丫、二丫，你们怎么了？向燕挑眉，这么巧？小婶，快看看我娘！嫂子，你这是怎么了？芳芳，这位姑娘是……哦，这位是向姑娘，是我的救命恩人。他又给向燕介绍了慧兰，两人打过招呼之后，慧兰这才说了家里发生的事。芳芳一听这事竟然跟自己有关，还因为自己跟家里反目成仇，才会落得如此境地，她很是心疼。嫂子，那你以后咋办啊？说起这个，慧兰的眼泪就下来了，她也不知道怎么办。行了，别哭了，都跟我走。向姑娘，你说的是真的？就看你嫂子愿不愿意跟我走了。嫂子，别哭了，你要是愿意，咱们就一起跟着向姑娘走。向姑娘，你真的愿意收留我们母女5人？会不会太给你添麻烦了？不麻烦，以后你和芳芳就在酒楼干活，正好酒楼马上也要开业了。谢谢向姑娘，你就是我们的救命恩人。我不喜欢人磕头，你以后好好干活就行。向姑娘，你是不知道，你是救了我们娘儿几个的命啊！就在刚才，我就想跟孩子们一起跳下去死了算了。嫂子，你说什么傻话呢？几个丫头这么好，你怎么忍心啊？就算再难也不能死啊，好死不如赖活着。我实在是走投无路了，这才……向燕和芳芳他们回了望仙居，芳芳和慧兰他们看着望仙居，眼珠子都要瞪出来了。这有钱人家原来是这样的，这也太好了吧，简直像神仙住的地方。向燕和村长把各处都看了一遍，有些不足或者需要改进的地方，让人明天再改一改。狗剩他们培训的怎么样啦？
我哪知道人家大酒楼要把伙计培训成什么样才算好啊？咱们除了这6个院子，你又把北边院子看景的2层楼改成了大酒楼，这一下子我都不知道需要用多少人了。好吧，向燕想了一下，村长确实没见过大世面，他还是回去自己亲自看看吧。这村里的小伙子以后都来酒楼了，还有很多需要印书，那以后咱们村的地没人种了怎么办？有钱还愁这个？都请人种了，咱们还要交税，那还种啥？白忙活一场。今年的玉米和红薯收成咋样？哎呀，我就没见过这么高产的粮食，玉米和红薯亩产都有1000多斤，只可惜种的太少了，除了煮了几个尝了尝味道，剩下的都留种了。明年应该能种上百亩地了。这些都种在温泉山谷里，以后看情况，找个适当的时期给朝廷，也能让百姓吃饱饭了。要是让有心人知道，怕是要招祸。哎，放心吧，这个我醒的。第二天午时，狗剩点燃了长长的鞭炮，还有人因着传闻和红袖楼的宣传而来的人，他们陆陆续续进了酒楼。哎，你们酒楼的菜价比别人都要高1倍了，就算宰客也不是这么宰的吧？当我们是傻子吗？哈，承蒙公子直言，我们醉仙楼的价格虽高，但味道绝对对得起这个价格，您尝一尝就知道了。哟，口气不小啊！行吧，那我们就尝一尝。要是这菜的味道我们不满意，你可得给我们一个说法。放心，包您满意。小二，这回锅肉是什么肉？这是选猪肉身上的五花肉。你们醉仙楼什么意思？我们来这儿吃饭，你们竟然把猪肉这种贱民才吃的肉卖给我们，而且价格还如此贵，你们居心何在？要是这么做生意，你们迟早要关门。哼，我看他们东家就是拿我们当傻子了。你们先别急，咱们还是听听小二怎么说。我观醉仙楼不一般啊，他们东家应该不至于如此糊涂。没错，这位公子说的是，我们家的猪肉啊，与别家卖的猪肉不同，一点腥臊味也没有，而且这道菜的味道绝对好吃。要是不信，公子可以点一个尝尝，保证您吃了还想吃。公子可以点一个尝尝，保证您吃了还想吃。那就点一个吧。回锅肉端进来的时候，几人就闻到了浓郁的香味儿。张浩迫不及待地夹了一片肉放进了嘴里尝了尝，好吃，这猪肉果然一点腥臊味都没有。我还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猪肉，不对，没吃过这么好吃的菜，这味道绝了。其他人听他如此说，也纷纷伸筷子。尝过之后，他们都赞不绝口。向文博见客人都满意，这才急忙去端其他菜了。1天时间不到，醉仙楼的名声就出去了。吃过的人把醉仙楼的菜说得天上有地上无，让那些没去吃的人心里痒痒。有一伙混子10几个人来1楼点了一大桌子菜，吃饱喝足之后，有几人要上前调戏台上的姑娘们，被守在台下的阿蛮几人给挡住了。全程不过几分钟的功夫，阿蛮他们迅速把混子们押去了望仙居那边。抱歉啊，惊扰各位了。为了表示歉意，今天的饭菜一律打8折，还请各位见谅啊。没事，没事。掌柜的大气啊！向燕直接让阿蛮把这些人绑起来扔到地窖里去了，先饿他1天再说。等到第2天向燕审问他们的时候，这群人竟然还敢叫嚣着让向燕放了他们，否则醉仙楼要倒大霉。再关1天，他们什么时候老实了？什么时候咱们再问？你敢？你个死丫头！再次见面的时候，这伙人终于乖了。谁派你们来的？没人派我来，是我们自己要来，就是想收些保护费。再关1天。我说，说吧。是福运来的掌柜指使我们来的。掌柜的说，自从醉仙楼开了之后，他们酒楼的生意就不好了，所以让我们以后天天来醉仙楼胡闹。他说出了事他们东家会摆平，我们这才……这位姑娘，您大人不计小人过，放了我们吧，我们也是替别人办事，我们错了，饶了我们吧，饶了我们吧，饶了我们吧。第2天没等到福运来掌柜探听到混子们的消息，就传来了他们福运来的噩耗。只见之前闹事的10几个混子站成一排。致歉信，我等糊涂，我等有罪，
前2日，我等受明光街福运来酒楼掌柜教唆，来醉仙楼故意寻衅滋事，杂物扰客，败坏醉仙楼名声，惊扰了客人。今悔不当初，特具书谢罪，并发誓以后绝不再受奸人挑唆，以揭发福运来掌柜歹毒心肠，愿众人识清福运来掌柜的真面目。我等再不敢造次，从此以后好好做人，做一个真正养无愧于天，俯不作于人的大好人。我等醉徒顿首。大好人，我等醉徒顿首。一群混子竟然要做大好人，这醉仙楼东家真是个妙人，就应该让大家知道是怎么回事。不过这福运来竟然使上这等上不得台面的手段，那真是该死啊！谁说不是呢？我以前经常去福运来吃饭，自从有了醉仙楼，我就再也没去过福运来。估计福运来东家急了，这才想出这么个歹毒的法子。一个酒楼不想着怎么提高自己做饭的手艺，竟使一些上不得台面的阿杂手段。我以后再也不去他家了。对，让他倒闭，咱们谁也别去他家了。等掌柜的得到消息，知道是怎么回事的时候，掌柜的气了个仰倒。他是万万没想到醉仙楼能来这么一招，他都能想象到要是东家知道此事将会如何震怒了。醉仙楼怎么敢？他们怎么敢？这个醉仙楼，我跟他势不两立。要是不弄倒醉仙楼，我王琦就不姓王。要不咱们散布消息，就说是那些人不是咱们教唆的，跟咱们无关。咱们名声已经坏了，你以为你这么说，人家就会相信？那东家您的意思是，要想证明咱们是清白的，只能让醉仙楼的名声毁了才行。毛县令正在写字，蒋师爷过来请毛县令，并把福运来东家王琦送来了500两银子的事情说了。毛县令嗯了一声，放下笔，和蒋师爷一起到了公堂。堂下何人？所谓何事？民女向燕，见过县尊。县太爷，还请为小民做主。昨日我等3人在醉仙楼吃饭，不想我因以前素有顽疾，吃饭时口吐白沫，我的2位友人以为我中毒，因此与醉仙楼产生局语。最后大夫确定我没事，我们3人出门之后没多久，就被醉仙楼的人打晕了，绑上了，还关了起来。最后他们对我们3人实行逼供，非要逼我们承认是福运来酒楼派来栽赃陷害他们醉仙楼才肯罢休，否则阎王要杀了我们。我们实在是怕呀，不得已才写下不利福运来酒楼的口供，他们这才放了我们，还请青天大老爷为我等做主。醉仙楼私自关押我等，还刑讯逼供，这等奸商不能再让他胡作非为。醉仙楼这种隐私之地就应该关了才是。向燕愣愣地看着毛县令的邪出神，大家都在传毛县令贪得厉害，可是毛县令的鞋很旧，一个人很贪，可是穿着却节俭成这样，没道理呀。向燕，刘玉军说的话可是真的？你还有什么话要说？向燕抬起头看见毛县令的一瞬间，他愣住了。这不是他和江旭白春天去郊游烧烤时遇到的那个老者吗？向燕抬起头看见毛县令的一瞬间，他愣住了。这不是他和江旭白春天去郊游烧烤时遇到的那个老者吗？毛县令也是一愣，这个小姑娘不就是他见过的那对兄妹吗？他还吃了这个小姑娘给烤的肉。县尊，刘玉军说的都是假话。他们3人昨天确实在饭店里吃饭的时候，刘玉军口吐白沫，他们几人喊着饭菜里有毒，醉仙楼谋财害命。后来刘玉军喝水好了之后，大夫诊脉之后也确认过几人都没事，之后他们就都走了，我们就再没见过他们3人。不知道这3人为何要诬告我们醉仙楼对他们私自囚禁，还刑讯逼供。民女猜测这3人背后有人指使。哦，说说你的理由。昨天刘玉军倒下之后，他身边的这2人不着急给找大夫救治，而是在酒楼里大声喊有毒，当时没在意。如今他们编造我们醉仙楼对他们3人囚禁逼供之事，我才想明白，这3人昨天陷害醉仙楼菜里有毒不成，又捏造了新罪名，无非是醉仙楼碍了有些人的眼，想要让醉仙楼开不下去，还请县尊明察。刘玉军，
他说的可是事实？刘玉军，他说的可是事实？回县太爷的话，我们3人没有任何人指使，醉仙楼必定因为昨日我们几个惊扰了醉仙楼的生意，所以他们才会对我们3人囚禁逼供，还请县太爷明察。哼，你们状告醉仙楼刑讯逼供，可有证据？这……刘玉军几人傻眼了，说好的送了银子的，县太爷怎么为难他们？说，证据呢？回县太爷，小民没有证据。没有证据，你们便随便诬告他人，罪不可恕。蒋师爷拼命咳嗽，对毛县令使眼色。毛县令看了他一眼，微微摇头。县太爷，我们真的没有诬告醉仙楼，他们真的对我们3人逼供了呀！县尊，要是我们对他们3人刑讯逼供是事实，那他们的身上肯定有很多伤，要不县尊你就检验一下他们身上有没有伤，要是没有，那他们就是诬告。有道理。来人呐，脱了他们的上衣。衙役已经把他的上衣领口拉开，从上到下露出了完美无痕的上身，3人一点伤都没有。大胆！你们几人竟敢戏耍本官，诬告醉仙楼！来人，拖出去，先打40大板。大人，我们真的没有诬告，他们确实对我们几个人逼供了，只不过他们是把我们的鞋子脱了，用鸡毛给我们挠脚心。哎呦，是啊，大人，我最怕痒痒了，他们还挠我嘎吱窝，我实在受不了，才说是浮云来的东家指使我们去醉仙楼假装中毒的呀。大人，是浮云来的东家指使我们去醉仙楼捣乱的，他嫉妒醉仙楼生意好，把客人都吸引去了，让浮云来没了生意，这才让我们3个去的。但是醉仙楼真的对我们逼供了，他们还用鸡毛一直撩我的鼻孔，害得我一直打喷嚏。村长震惊看向身边的阿蛮，那眼神在问：这种令人发指的事情真的是你干的？果真是浮运来的东家指使你们的？果真是浮运来的东家指使你们的？大人明鉴呀，确实是浮运来的东家指使我们昨天去醉仙楼闹事的。他给了刘玉军一颗药丸，吃了就像中毒一样。今天也是他们指使我们来诬告醉仙楼的，我们错了，大人，求你饶了我们吧。来人，去把浮运来的东家给我押来。毛县令吩咐道。几个衙役领命出去了，毛县令也暂时休堂去了后衙。县尊啊，今天不是说好了要让醉仙楼关门的吗？您这……算了，这醉仙楼的东家与我有几分情分，今日就当还了他的情吧。哦，原来如此，那这案子您决定如何判啊？这等惯会使用下作手段的人，咱们也不必心慈手软，就判浮运来老板交5000两罚金好了。正好咱们缺银子啊，还是您想的周到啊。此时公堂外面围了好多人看热闹，他们听说浮运来的东家栽赃不成，又诬告醉仙楼，都很好奇是怎么一回事。刘玉军3人指控你指使他们陷害诬告醉仙楼一事，你可认？大人，草民冤枉啊，我根本不认识他们，这件事纯属无稽之谈，还请大人明鉴。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。来人，使用加刑。王琦大惊，毛县令怎么一言不发就要上刑？这，大人饶命啊，我真的是冤枉的。衙役不管3721，已经把刑具套在了他的食指上。2个衙役用力往两边一拉。我招！从实招来。王琦只好把自己怎么找人陷害醉仙楼的事情一五一十交代了。最后毛县令判刘玉军3人每人交50两的罚金，再打40大板以儆效尤。至于王琦，毛县令判他交5000两罚金，再坐牢7日。大人明鉴，小人家中并没有这么多银钱，还请大人开恩呐。大人英明，
小女谢大人主持公道。起来吧，这是本官应该做的。谢大人。福运来酒楼很快就关门了。王琦从牢里放出来之后，变卖了所有家产，凑齐了银子，最后带着老婆孩子回老家种地去了。经过这1个月，醉仙楼已经上了正轨，向燕就不再管了。他骑着花花回了向家村。你是说，咱们遇见的那个人是毛县令？毛县令很贪，但是咱们上次遇见他的时候，我就发现他的衣服已经穿得很旧了，这次又发现他的鞋也很旧，你不觉得很矛盾吗？他贪那么多钱，却舍不得给自己置办件像样的衣服，这就很奇怪。要想知道什么原因，那就要好好调查调查了。我就是觉得他有问题，我可没时间浪费在他身上。不过，他因为和咱们有一面之缘，就对你照顾，这人还算是有情义啊。算了，不说这个了。我想问你，要是我去京城认亲，应该找谁才能见到我姐和我那大外甥？我给你写封信吧。好。向燕回了家，向老娘瞪了他一眼。你这丫头，让你把你姐的信息登记在书上，你还说给她单独印一页，谁知你是骗我的。阿娘，我姐找到了，所以我就没印。找到了？真的找到了？你姐他们在哪儿啊？找到了？真的找到了？你姐他们在哪儿啊？阿娘，你别着急，我姐的消息我也是才知道不久，这不是一直在酒楼忙生意吗？所以没来得及告诉你。你姐他们在哪儿啊？过得好不好啊？我姐他们都很好，好的不能再好了，他们在京城呢。你怎么知道他们消息的？一个书生告诉我的消息。哦，他们怎么跑到京城去了？天子脚下哪是那么容易讨生活的？这离咱们又远，得赶紧找到他们。咱们现在过得这样好，必须拉拨你姐他们一把。燕儿啊，京城离咱们这里有多远？你和你哥现在去接他们，过年前能回得来吗？应该可以，等我明天去汉墓坊转一转，回来之后就和我二哥一起去京城。啊，好好好，你们早点去，早点接他们回来。向老娘有些心疼小闺女，村里大小事和家里的事她都要操心，她这个当娘的也帮不上什么忙。不过这也说明了自己生的闺女就是厉害。皇宫里，皇后心情很好，这么多天了，南明也应该回来了。她去了太子所住的东宫。你最近和南青换一换，最好少进宫，别让阿娘看见了。是。星儿，这是什么意思？难道爹娘他们没找到？星儿，南明，你们为什么要瞒着我？太子和南明一惊，他们没想到两人谈话被皇后听见了。阿娘，南明也是刚回来，只是外公他们没找到，我怕阿娘知道了空欢喜一场，所以这才想瞒着阿娘。是吗？太子和南明两人硬着头皮点头。星儿，你什么样的性子阿娘很清楚，你就告诉阿娘到底是怎么回事，阿娘承受得住。阿娘，真没找到外公他们？皇后不说话，就这么直直看着太子。太子知道自己骗不过去了，只好让南明把事情说了一遍。阿娘，你别伤心，或许外公他们根本就没有在曹家沟村，是下面的人没有查清楚，咱们再好好找找，肯定能找到外公他们的。沈明瑞说出这句话之后，皇后一口血喷了出来。阿娘，皇后娘娘。皇后身子摇摇欲坠，最后软软地倒在了太子的怀里。阿娘，快救太医！昭宁公主府内，昭宁公主梁之心知道母亲病倒的时候，急忙让人备马车，就见驸马顾修远扶着表妹秦月婵下了马车。公主这是要出门去哪里？进宫。梁之心撂下2个字，就直接上了马车，让车夫赶紧赶着马车走了。表哥，是不是公主看见你陪我出去了，所以不高兴？你别多想，她就那个脾气，不关你的事。表哥，要是公主不喜欢我，我还是回家去吧，惹了公主不高兴，让表哥也跟着受气，我这心里不是滋味儿。
傻丫头说什么傻话？公主不会给我气受的，放心吧。你要是走了，你让表哥心里怎么过意得去啊？那我就不走了。表哥，你真好。婵儿妹妹更可人疼。等两人走远了，一个婆子学着秦月禅的模样。哎呦，你瞧他那贱样儿！哎，表哥你真好。我呸！一副摇摇饶饶的样子，给谁看呢？你看那身子骨都快贴到驸马爷身上去了，我还是回家去吧。哼，我呸！你倒是舍得回去才怪呢。我们公主府的银子跟不要钱似的往自己身上搂，你个臭不要脸的！哟，那摇摇饶饶的样子啊，可不像正经人家的姑娘，跟个骚狐狸似的。那骚气呀，直往外冒。对，你说的对，就是个骚狐狸。我想了半天，可不就是这儿吗？哎呦喂，咱们公主啊，端庄大气，可比不得这骚狐狸精使手段呢。这以后，驸马爷可不得把魂让他给勾走啊！那咱们公主这可咋办呀？你说呀？哎呀，咱们公主啊，就是心肠太好。要我说呀，这公主府是咱们主子的地盘，就该把那些不三不四的人赶走。谁说不是呢？昭宁等皇后醒了之后，就陪她说说话，想尽办法逗皇后开心。皇后的脸色这才看起来好了些。姐姐这是怎么了？怎么好好的吐血了？姐姐这是怎么了？怎么好好的吐血了？哎呀，你说说，要是姐姐的父母看到了姐姐这副样子，该多心疼啊！哎呀，看我都忘记了，姐姐的父母家人早都不见了，不像我想见父母亲随时都能见到。皇后听出他话里的意思，曹家沟村的人果然是沈系一派的人杀的。皇后气急攻心，又吐了一口血出来。阿娘，快来人，叫嬷嬷快去请太医。皇上，臣妾莫不是说错什么话了不成？怎么姐姐就吐血了呢？我好害怕呀。猪猪别害怕，不是你的错。可是姐姐这副样子好像活不长了呀，好吓人呢。都怪你这个贱人，给我滚出去，这里不欢迎你。梁知心，怎么跟贵妃说话的？她好歹是你的长辈，你还有一点做晚辈的样子吗？哼，他算哪门子长辈？有他这样做长辈的吗？整天一副矫揉造作的样子给谁看？生怕别人不知道他是狐狸精转世。回你的公主府去，没有我的召见，这1个月内不许进宫。你一个嫁出去的女儿，宫里的事不是你该管的。阿爹，你怎么能这样对我？昭宁公主不可置信，这还是父亲第一次打她。来人，把昭宁公主送回公主府去。不，我不要回去，我要陪阿娘。皇后身边的公公无情地拉着她走了。好生伺候你们主子。荣安堂内，秦夫人和大嫂王氏、顾修远、秦月禅都在。老儿媳妇儿，你看你和修远成亲也好几年了，可至今没有替他生下一儿半女。我估摸着你的身子骨怕是很难有孕，但孩子的事情不敢再耽搁了。你和修远年纪都不小了，我看月禅这丫头不错，和修远从小青梅竹马，又是我娘家人，知根知底，不如让修远纳了她，以后要是生下的孩子都记在你的名下。你看这样，你也有孩子了，月禅也有了个归宿，这岂不是两全其美？你说是不是啊？秦夫人见昭宁公主脸上很是平静，以为她愿意，秦夫人的语气便强硬起来。今天母亲就做主，让修远抬了月禅当贵妾，咱们再摆上几桌席面，让府里也热闹热闹。还有啊，这月禅以后要为你和修远开枝散叶，没有点傍身的东西，岂不是亏待了他？我的意思是，咱们府里有个中药铺子和绸缎铺子，就送给月禅当嫁妆，也好让府里那几次爱嚼舌根的下人再不敢怠慢他。你说呢？说完了吗？就先这些吧，以后要是有什么需要的，
咱们再说就是了。说完了，也该我说了。首先，这是我的公主府，顾修远是上门女婿，我用不着替他生孩子，要生也是为我自己生孩子。其次，他一个上门女婿，有什么资格纳妾？还想拿我的铺子给小妾当陪嫁，他配吗？你梁志信，你怎么说话的？你怎么能跟母亲这么说话？你这是不孝！哼，别忘记你是上公主的，并不是我昭宁公主下嫁给你们家。以前是我心软，让你们一家人搬进我的公主府，称你的爹娘一声公爹婆母，他们就真以为是我公婆可以任他们拿捏了。既然你们敬酒不吃吃罚酒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来人，除了驸马以外，其他人现在全部给我赶出去，以后不许踏进公主府半步。你敢？瞅你敢！老儿媳妇儿，你怎么能这么做？你不能这么做呀！我是你婆母，婆母的话你都不听，你这不是让人戳你脊梁骨吗？二嫂，这都是母亲和二哥的主意，是他们要拿秦月缠这个贱人的，跟我可没关系，你不能赶我走啊！对，二弟妹啊，也没有我的事儿啊。婆母的话你不想听就算了，咱不纳妾了，把秦月蝉赶走就是了。来人呐，把这个贱人拉走！啊，表哥救我！你们想干什么？还不滚开！驸马爷呀，您还是让开点好。这是我们公主府，可由不得一个外人在这里横行霸道的。有些人呐，也该猖狂够了。你一个奴才，也敢这么跟我说话？你做个什么东西？哼，你真是情深意重啊，我好怕呢。把他给我拖出去，我倒要看看你们驸马爷能怎么样。庄子大门外，向燕跳下骡车去拍门。姑娘，你有何事？我们路过此地，遇上大雨走不了，不知道能否借宿。各位请稍等，我去问问我家主人。没一会儿，小厮就重新打开了门。几位请吧，我家主人同意了。向燕让向田给了几个小厮1人2两银子，几个小厮喜不自胜，笑着谢了。晚饭时，有一个丫鬟来请向燕和孙老头。我家夫人邀请夫人和小姐用膳。抱歉，我阿娘腿受过伤，只要是下雨的时候，她的腿脚就疼得厉害，走不了路。还是我去见见你们夫人吧。见到主人家的时候，向燕当即就震惊了。好美的妇人！向燕见过夫人，多谢夫人收留我们。别客气，你们出门在外也不容易，能在我家避雨，说明咱们有缘。你叫我沈夫人就好。向燕甜甜地叫了一声沈夫人，看见美人，向燕不自觉的声音都有些夹起来了。向姑娘多大了？13岁，快14岁了。沈夫人一愣，想起了自己那只见过一面的儿子，要是自己的儿子还活着，今年也是差不多年纪了。你们这是要去哪里呀？去京城寻亲。啊，你肯定饿坏了吧？咱们用膳吧。向燕看着满桌精致的菜肴，肚子适时的叫了一声。这些菜都是我府上厨子的拿手好菜，来，你都尝尝。好吃，太好吃了！沈夫人，你府上的厨子厨艺真好。吃完饭，沈夫人留着向燕又说了会儿话，问了向燕一些关于寻亲的事。向燕只说是有些眉目了，具体还要去京城看看情况。京城那么大，寻亲只怕是不容易。说不嫌弃，你和你阿娘可在我这儿多住些时日，等雨停了再走。向燕心中一喜，连忙道谢。不必客气，出门在外，能帮一把是一把，相遇是缘，这是我的一片心意。你要是不嫌弃，就带着玩吧。这是我的一片心意，你要是不嫌弃，就带着玩吧。这怎好意思拿夫人的东西？向燕受之有愧。说着，向燕就要退下镯子还给沈夫人。你要是不收，就是嫌弃我了。那向燕就多谢夫人了，日后定当好好报答。不用这么见外，我瞧着你呀就欢喜。向燕拿出早就准备好的礼物递给沈夫人。
晚夫人，相爷也早就准备好了礼物给夫人，只是见了夫人之后，都被夫人的美貌迷了眼，一时竟然忘记了。你这孩子惯会说话的，让我看看你要送我什么。沈夫人打开荷包，惊讶了。珍珠项链儿，你这孩子怎么拿出这么贵重的礼物给我？我不能要的，你快拿回去。夫人，这礼物您一定得收下。您收留我和阿娘，要如此照顾我，这点礼物根本不足以表达我的感激之情。而且我看这珍珠项链与夫人十分相配，戴在夫人身上定好看的。沈夫人还是有些犹豫。夫人若不收下，我心里实在过意不去，以后都没脸在府上叨扰了。既然你这么有诚意，那我就却之不恭了。向燕走后，沈夫人拿出项链仔细看着。夫人，这个相姑娘不仅人长得可爱漂亮，出手也大方，舍得把这么好的珍珠项链送给夫人，可见她是真心喜欢夫人的。是啊，这孩子是个实心眼儿的，真招人心疼。这要是我女儿就好了。云儿生怕又勾起沈夫人的伤心事，于是赶紧转移了话题。向燕回到住处，孙老头询问情况，向燕大概说了一下沈夫人的态度。这沈夫人倒是个好人，咱们运气不错。这雨一连下了3日，这3日里，向燕每天都会被沈夫人叫过去说话，两个人的感情也越来越好。而徐静之的伤也彻底好了，这伤好得太快，让徐静之都有些发懵。你这身子骨咋好得这么快呢？你这身子骨咋好得这么快呢？兴许是您老人家医术好。嘿，我就算是神医，也不会好得这么快。哎呀，算了吧，你这伤好了，总之是一件好事。等着路干上1、2日，咱们就可以启程了。沈夫人见天已经晴了，她有些失落。你们要是不着急赶路，就多留些时日吧，难得咱们这么投缘。等我们在京城寻到亲戚，回来的时候肯定会再来找您的。真的？那你们到时候可一定要来啊。一定。晚上，沈夫人卸了钗环，正在榻上看《苗苗修仙记》。这时护卫魏征走了进来。巡查完了。还在看《苗苗修仙记》？这个《苗苗修仙记》真好看。你说这世上真有修仙的人吗？也许吧，只是咱们一般人肯定见不到。唉，要是咱们也能修仙就好了，就能离开这个牢笼了，光明正大的想去哪里就去哪里。不是有我陪着你吗？要不是你，我肯定活不下去。这跟坐牢有什么区别？向姑娘和你投缘，你就多留她2日陪陪你吧。我倒是想长长久久的留着她陪在我身边，可惜向姑娘和她阿娘要去寻亲。唉，要是咱们有这样一个女儿就好了。提起这个，沈夫人回身看着魏征：“你该娶亲了。”不许胡说，我只要你，这一辈子我魏征只要你沈宝珠一人。可是我一直怀不上孩子，不能让你绝后啊。没有就没有，小姐不要想太多，咱们一起开开心心就好。能跟你在一起是我的福气，我这辈子只为你活，你开心了我就开心。魏征，我不值得你这样做，你越是这样，我越愧疚。京城安国公府书房。什么？孙神医跑了？这么多人抓一个老头都没抓到，简直养了一群饭桶！什么？孙神医跑了？这么多人抓一个老头都没抓到，简直养了一群饭桶！不过，我怀疑有人帮孙神医，派出去的几十人，单凭他一人，不会损失那么多人。难道孙神医投靠了其他人？唉，算了，既然孙神医不愿意配噬魂散，那就退而求其次，让尚太医去找他师兄，药
一定要无色无味。至于中毒之后被发现就发现吧，能治好是他的本事，治不好也要让他脱层皮。郑天河走以后，小厮抓着一个鸽子进来了。老爷，飞鸽传书。沈明瑞接过鸽子，拿出纸条，看了上面的内容之后大惊，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，他立刻拿出纸笔写了一封密信，让心腹从书房的密道送了出去。第二天，京城各处城门进出及城内严查，太子很快就接到了消息，城墙各处张贴了3个男子的画像，尤其排查从北方过来的人。都督府说了是为什么吗？张大人说是上头吩咐，称北方蛮夷有细作，可能混入京城，所以要严查。这件事恐怕没这么简单，要是有细作，咱们不可能一点风声都不知道。最近安国公府可有什么动静？是华丞相早朝后与皇上在书房议事后，皇上下令让都督府严查细作一事，具体情况属下还没有查清楚。华丞相一向中立，兴许是下面官员送来的折子，真有此事也不一定。或许吧，但此事总觉得透着古怪，南明盯紧一点总没坏处。是。进了城，向燕打听了京城最好的客栈是同福客栈，向燕直接包了一个小院子，1个月将近3000两银子。向田心疼的直抽抽。二哥，咱们还有大毛他们要养，要是跟其他人住在一起，会影响别人的。咱们不是要找大姐他们吗？找到他们了，咱们就跟他们挤一挤好了。可是我不想挤，我就想吃好的住好的，谁让我是天生的富贵命？你说啥就是啥吧。大姐他们到底在哪里？趁着天还没黑，咱们现在就去吧。我已经10几年没见过大姐了，也不知道他们过得怎么样了呀。二哥，你不困吗？觉可以随时补，晚一点睡也没关系啊。可是我跟你说了，怕你会睡不着觉。睡不着就睡不着，你快说大姐他们在哪里？二哥，你知道当今皇上叫什么名字吗？咱们说大姐呢，你提皇上干什么？皇上叫什么名字，哪是咱们普通老百姓能知道的？还有，你怎么笑成这样？你笑得我鸡皮疙瘩都要出来了呀！当今皇上就叫梁家康。哎，你不会听说皇上跟姐夫一个名儿，就认为姐夫就是皇上吧？姐夫能当上皇上，这可不能，他考个功名都费劲儿，他还能当皇上？可是我听说皇后叫向阳呢。巧合吧？肯定是巧合，对，巧合。咱姐就是个开杂食店的，怎么可能是皇后？当今太子叫梁之行，大公主也就是昭宁公主叫梁之心。二哥，你说这会不会是巧合？这么说，大姐和姐夫真成了皇上和皇后了？小妹，你没骗我吧？这是真的？当然是真的，我能拿这种事骗你吗？要不是有十足的把握，我就不会带你来京城了。向田嘿嘿笑了2声，停了一会儿又嘿嘿笑2声，最后干脆发声大笑。那这么说，咱家岂不是要飞黄腾达了？那我岂不是就是文戏里说的那个国舅老爷了？二哥，你先别高兴得太早，现在的情况可不是高兴的时候。他把皇后和太子他们现在的处境说了一遍。这是白夫子跟我说的情况，现在过去1年了，目前是个什么情况，咱们还不清楚。不过咱们肯定不能明目张胆地暴露身份，否则咱们可能小命不保。我明天先拿着书信去一趟镇远将军府，见一见夏将军再说。说完，他也不管向田有多受刺激，自己回房睡觉去了。福安寺，昭宁公主听闻哥哥和侄子来了，便急匆匆去了天王殿。哥哥，阿娘可还好？你和泽儿怎么来了？太子屏退了其他人，和昭宁公主说了母亲的情况。我不信，我要进宫，我看谁敢拦我！冷静！你让我怎么冷静？阿娘都快要……我已经让人去找孙神医了，希望他能够治好阿娘的病，剩下的就祈祷老天能够开开眼，让阿娘的病好起来。你一会儿跟我回宫去见见阿娘，
只是不要在他面前哭，开心一些。哥哥别哭。别怕，姑姑没事。向燕在街上吃了个对圆，便又骑着小罗慢悠悠地往回走。走到一处两边都是密林没有人烟的山谷，远远就听见了有兵器打斗的声音。可是跑了没几步，南明就带着几个侍卫护着太子从前面的密林里狼狈地逃了出来。他是什么特殊体质吗？怎么走哪儿都能摊上事儿？等回到向家村，一定要让李道长给他驱邪。回到居住的小院，这是哪儿来的小娃娃呀？捡的。你哪里捡的？还是赶紧把孩子送回去吧，不然人家肯定该着急了。向燕想了想，把今天的遭遇跟向田和孙老头说了一遍。等一会儿他醒了，问问他家在哪里，我下去打听打听他家里人现在什么情况，要是安全，我就把他送回去。这富贵人家还不如咱们这平常百姓家，起码不会有这些阴谋暗算的。哼，这么说你是捡了个麻烦回来呀？对呀，我不只捡了他一个麻烦回来，还有你这个麻烦在呢。哎呀，哪能说是麻烦呢？这是你心善好啊，你以后的福报可就深了。向燕哼了一声，这老头真是个两面派。城外一处别院里，饭桶，一群饭桶，派出去300多人，竟然一个重要人物都没杀掉，还死了那么多人，要你们有什么用？你们都是吃干饭的。300多人啊，他花了快10年时间，砸了无数银子养出来的死士，就这么折在了一场无用功里。说，到底怎么回事？主上息怒，属下无能。本来这件事已经十拿9稳，眼看着太子就要被咱们的人杀了，不知道哪里冒出来一个13、14岁的小姑娘，他把当时的场景说了一遍。你当老子是傻的？还剑气？那么远的距离，一剑能杀那么多人，你怎么不说他是妖精变的？属下没有撒谎，看见这一幕的有好多兄弟，主子可以叫其他人来问一问。最后得知这个小姑娘还救走了小皇孙，他恨上加恨。去，给我查清楚，这个小姑娘究竟是何人，现在住在哪里？要是这个差事都能办砸了，你们就以死谢罪吧。是。昭宁公主慢悠悠转醒。姑姑，你醒了。小姑娘，原来是你救了我们姑侄2个，太谢谢你了。吃饭喽！来吃饭吧，吃完饭咱们再说话。这时孙老头拿着筷子进来了，他给每个人都发了一双筷子。你是孙神医啊？你认得我？孙神医，求你救救我阿娘，我阿娘病得厉害，只有你能救她了。求孙神医救救我祖母。哎呀，快起来，快起来！嘿，哎呀，不瞒你们说呀，这京城有人要抓我，我这才一直躲着的。去看病可以，但不能让人知道是我。我可以答应你，我保证安排的妥妥当当，不会让外人知道的。啊，那好吧，不过我得让向姑娘跟着我去才行，有她在，我安心。昭宁公主急忙点头答应。你怎么认识我的？我好像没见过你吧？在昭华城时，你给城里的百姓治瘟疫，我远远见过你。哦，难怪。昭宁公主立刻就要回家去安排，明天再去安排也不迟。你看看，外面天色早就黑了，已经宵禁了，你回不去了。昭宁犹豫了一下，想了想，还是算了。现在她一个侍卫都没有，这么黑确实不合适回去。等到天刚亮，他就跟向燕告辞，并把梁承泽先留了下来。这位梁姑娘是个急性子，这么早就出门了，早饭都等不及吃。昨天发生了那么多事儿，他家里肯定也担心他和小泽泽的安全呀，他得快点回去，好让家里人安心。太子包扎了伤口，正准备去凤栖宫先去看看阿娘，谁知妹妹竟然来了。等昭宁公主把昨天的事情说了，又说了见到孙神医的事情，太子很是激动。哥哥，你身上还有伤，还是别乱动了。
你先去阿娘宫里等着，我带人去接他们。太子想了想，点头答应了。昭宁公主很是低调的坐了普通的马车去了同福客栈接人。这是孙神医。嘿，怎么样？我的手艺还不错吧？这老头怕死，只好这样了。谁不怕死？你不怕吗？你说的有道理，谁都怕死，我也怕。还是孙神医想的周到。几人出门上马车，他们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，悄悄去了皇宫。你不要告诉我，这是你家呀？算是吧。敢问梁姑娘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梁之熙，就是昭宁公主了。不过你别怕，你也看到了，我这人很好说话的。这大概就叫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功夫。感情的昨天费劲巴拉的来回杀人，来回救人，救的都是自己的亲人。看来做人还是要善良一点。还没等向燕想明白要不要认亲，目的地已经到了。到了凤栖宫，昭宁带着两人直接进了皇后的寝宫。人呢？这是孙神医，他怕暴露身份，所以做了妇人打扮。然后他对向燕和孙神医介绍，这是太子。太子感觉这小姑娘看自己的目光怎么这么不对劲，感觉一副慈祥的模样。孙神医立刻就要跪下磕头，太子急忙扶起他。孙神医不必多礼，还是先给我阿娘看看她的病怎么样了。结果还没等太子和孙神医走到病床前，向燕已经快他们一步到了床前。姐姐，醒醒！太子和昭宁公主、孙神医都懵了。向姑娘，你怎么能叫我阿娘姐姐？我的大侄女啊，你阿娘就是我姐姐呀！啊？你说什么？我是你小姨呀，你阿娘就是我的亲姐姐呀！啊！皇后被他们的声音吵醒，她慢慢睁开了眼睛。妹妹，阿娘，你醒了？像，太像了，跟阿娘年轻的时候太像了。太子努力回忆了一下外婆的模样，可是怎么想都是个老太太的模样，跟眼前漂亮的小姑娘没有一点相似之处。阿娘，你是不是看错了？外婆哪里和她像了？阿爹阿娘和你哥哥他们都还好吗？阿爹阿娘和你哥哥他们都还好吗？放心吧，阿爹阿娘他们都好着呢，哥哥也都好。只是三哥已经在逃荒的路上被刘明杀死了，姐姐还在生病，她不想把事情说出来。姐姐，我去给你倒杯水。向燕从桌子上倒了一杯水，偷偷从空间滴了一点灵泉进去，她这才端着水到了皇后床前。你是说你是我阿娘的妹妹？你可有什么证据啊？你小姨跟你外婆那么像，这还用问呢？你外婆年轻的时候呀，可是村里的一枝花，可惜就是太过操劳，这才变得那么老的。我和二哥一起来的京城，我二哥就是你二舅舅，你还记得吧？他在客栈里。真的？真的？不会就是我在客栈见到的向大哥吧？向燕点头。什么向大哥？那是你二舅。知道了，之前不是不知道吗？快去，快把你二舅舅接到宫里来，我想见他。阿娘，舅舅现在恐怕不易到凤栖宫来，要是被其他人看见了，二舅他们肯定会被人暗算的。对对对，咱们好好商量商量，怎么偷偷把你二舅带进来，让阿娘见见。这个容易啊，等阿娘病好了，我让南明把二舅带到东宫，阿娘到时候来东宫就可以见到二舅了。孙神医此时想骂人，他以为是向燕捡了麻烦，结果向燕他自己就是麻烦，还好意思说他是麻烦。哼，这下谁也别嫌弃谁，大家都是麻烦。阿娘，先让孙神医给你把把脉吧，等一会儿你再和小姨说话。孙神医顶着满头珠钗给皇后把了脉，越是把脉眉头皱得越深，只有向燕神色平淡。她的灵泉水不是盖的，虽然她只是滴了几滴，
但身体肯定会好转，他不用担心。怎么样，孙神医，我阿娘的身子可还好？怎么样，孙神医，我阿娘的身子可还好？稀奇呀！方才瞧着娘娘面若金纸，气若游丝，明显是积郁成疾，气血耗竭。按常理来说呢，撑不过半月，可脉象里竟藏着生机，气血流转也比预想中顺畅。孙神医，您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是我阿娘的病还有大碍？神医不必顾虑，只管直说便是。我这身子自己清楚，这些年积郁缠身，早已亏空了底子。皇后娘娘和太子公主都误会了，老夫说稀奇呀，是因为皇后娘娘的身子比老夫预想中好太多了。方才老夫远远瞧着不大好，可这一把脉才知道，娘娘体内竟多了一股温和生机，气血也有了舒缓流转之象。生机？您的意思是我阿娘的病有救了？算是有救。皇后娘娘这病啊，根源在郁，也就是忧思过度，情志不舒，导致肝气郁结，气血亏虚，久郁则经脉堵塞，百病丛生。娘娘现在神色虽弱，却有了几分精气神，想来是心中积郁散了些，情志舒朗了，气血才得以缓转，这才生出了生机。神医所言极是，这些年我思念家中亲人，忧心他们的安危，方才听到妹妹的话，得知家人都安好，心头那块压了多年的石头竟一下子落了地，只觉得胸口都顺畅了许多呢。情志舒朗只是开端，还需药食调理。老夫写疏肝理气、益气养血的药方，每日一剂，再忌生冷忧思，规律作息，药食与情志养护相辅相成，应该很快便可大好。太子大喜，连忙致谢。孙神医写了药方，太子让人去看着拿药煎药去了。皇上驾到！贵妃娘娘驾到！太子急忙让向燕和孙神医去了另一边的茶水间藏着去了。片刻后，皇上身着龙袍，面色冷淡地走了进来。儿臣参见父皇，参见贵妃娘娘。起来吧，朕带贵妃过来，看看你们阿娘如今身子怎么样了。贵妃捂着帕子，娇笑着走上前。臣妾昨个啊，听闻皇后姐姐昏睡多日，气若游丝，连太医都束手无策呢，可吓坏臣妾了，还特意啊去佛堂为姐姐祈福呢。如今瞧着，姐姐倒是睡得安稳啊，只是这脸色可比传闻中还要难看一些。想来姐姐这身子啊，是真的撑不住了。也是，姐姐终日忧思过重，揪着过往琐事不放，气惹皇上烦心，也亏了自己的身子。如今落得这般境地，真是让人怜惜啊。贵妃请回吧，没事，不要来我阿娘的宫里，她需要休息。贵妃请回吧，没事，不要来我阿娘的宫里，她需要休息。没规矩，长辈说话哪有你插嘴的份儿？阿爹，你听听她都说了些什么话，她就没安好心。行了，贵妃也是一片好意，你别误解了她的意思。父皇，昨日我和昭宁、承泽回来时，遭到蒙面人的刺杀，差不多有300多个死士，也不知道谁有那么大的胆子养这么多死士，难道他想造反不成？沈贵妃的心咯噔一声，暗道不好。你说的是真的？儿臣绝无半点虚言。他猜到此事多半与沈明瑞脱不了干系，这沈家越来越不安分了，仗着他宠爱沈贵妃，竟然豢养死士，还敢对他的孩子下手。皇上，臣妾好怕呀，竟然有人敢如此放肆，刺杀太子他们。还好他们吉人自有天相，安然无恙。只是臣妾想来，
这未必是死士，有可能是哪里的山匪。要是300多人的死士，太子他们怎么可能平平安安的回来？你说是吧？